男人在上班时突然发现，一个行李箱里竟装着一箱化学炸弹。可作为一名安检员的他，非但没有阻止，还眼睁睁看着对方提着炸弹通过安检，进入了上万人准备登机的机场。因为这时，他耳边有个声音一直在回荡：一旦他敢有任何异常的小动作，他怀孕的女友就会被恐怖分子狙杀。原来这天，杰克像往常一样在安检口值班，突然收到一名旅客捡来的耳机。起初他并未察觉异常，可下一秒，手机上就弹出一条陌生短信，立刻戴上耳机。他还以为是同事搞的恶作剧，便随手戴上了。殊不知，从这一刻起，他已深陷一场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之中。耳机刚戴上，杰克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对方竟然精准爆出了他家人的所有信息，甚至连他女友也在机场上班都一清二楚。意识到危险后，杰克强装镇定与对方周旋，另一只手却悄悄在桌下拨打了报警电话。但他低估了神秘人的实力，对方早已入侵机场监控系统。为了保住女友性命，杰克不得不挂断报警电话，但他并未放弃求救，迅速用智能手表编辑了一条求救信息。然而对方很快识破了他的举动，无奈之下，杰克只好将手表和手机放进抽屉，乖乖配合。原来他面对的是一群专业恐怖分子，他们早已摸清他的所有信息，并提前入侵了机场系统。就在他陷入绝望时，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声。杰克抬头一看，不远处正有一个婴儿娃娃在大哭。他瞬间察觉到神秘人就在附近，他立即关闭传送带，仔细观察周围可疑人员，发现一名头戴帽子的男子咀嚼食物的声音与耳机里的声音几乎完全一致。为向外界求援，他借检查行李之名，叫来一名机场警官，趁机在纸条上写下嫌疑人的特征。警官见状立刻警觉起来，本以为计划成功，不料那神秘人突然消失不见。还没等杰克反应过来，警官在前往警卫室途中被撞了一下，撞他的人正是那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杰克冲出去时，为时已晚，警官突然呼吸困难，当场倒地身亡。显然，这是恐怖分子给他的警告。机场突发命案，杰克心情复杂，只能回到座位冷静片刻。可这时，神秘人竟坐到了他身边，冷冷警告：别耍小聪明，否则更多人会因你而死。几分钟内，穿红色球鞋的男人会进入你的房间，你该怎么办？果不其然，当他回到岗位，那个系着红布条的行李箱已被送上传送带，检测仪瞬间显示高浓度化学物质。杰克头皮发麻，随即想按响警报，但瞥见旁边圆柱形物体疑似引爆器，他终究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并非毫无作为。当帽子男提着箱子进入候机厅时，他借归还登机牌之机，悄悄记下了对方姓名与航班信息。做完这一切，杰克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冲进厕所崩溃呕吐。而这时，神秘人也尾随而来。我不是个做事的人，伊森，我只是要确保这件事完成。杰克惊恐万分，这群人竟如此冷酷无情。与此同时，一名俄国黑手党成员意外死于家中。联邦调查局在其手表中发现一枚窃听装置，经技术还原录音，其中提及诺维乔克机场、捷克等关键词。诺维乔克是俄国研发的神经毒剂，释放后能使人瞬间化为血水。意识到事态严重，警长立即向国安局报告，要求随机抽查乘客行李。为配合调查，机场主管召集所有安检员开会。杰克敏锐察觉到机会，偷偷扫描主管身份牌，利用权限将帽子男的名字写入抽查名单。很快，帽子男被带到小屋接受检查。杰克终于摘下耳机，飞奔向女友所在位置。可当他赶到时，惊恐发现女友头顶出现红点，他正被狙击枪瞄准。杰克被迫重新戴上耳机，默默离开。这一举动激怒了恐怖分子，他刚进厕所便遭歹徒伏击，两人展开殊死搏斗。危急时刻，杰克摸到歹徒身上的塑料手枪，却不料对方掏出手机，远程启动了化学炸弹。只要炸弹爆炸，机场几万人将全部丧命。唯一办法是找到行李箱并手动拆除，切换成手工引爆模式。杰克来不及多想，冲向检查室。主管正欲打开行李箱，耳机里却传来指令：击毙主管。面对上司，杰克无法下手。就在此时，帽子男突然捡起桌上钢笔，刺入主管大动脉，主管倒地。杰克愤怒扑上，
却被对方告知自己也是被胁迫的傀儡。恐怖分子抓走了他的弟弟，逼他配合。杰克这才明白，帽子男同样是受害者。没有时间犹豫，他迅速打开行李箱，小心翼翼取出炸弹，掀开化学物质层，按下底部模式切换按钮，在最后3秒成功停止倒计时。与此同时，警长正驱车赶往机场。他接到法医电话，死去的警员是被神经毒素毒杀。机场确实有大事发生，然而司机突然猛打方向盘，原来司机也是伪装的恐怖分子。警长在车内与其搏斗，最终制服对方，随即拦下一辆路过的车，火速赶往机场，直奔安检员杰克。此时，杰克正按神秘人指示，与帽子男一同将炸弹送往安检中心。途中，帽子男收到新指令，灭掉杰克，他已无价值。关键时刻，杰克透过头顶镜子发现帽子男举枪的动作，两人随即展开追逐战。由于帽子男手持塑料枪，连续射击导致炸弹触发，子弹击中他脖子大动脉，当场毙命。杰克悲痛无言，捡起对方手机，解锁后向女友发送短信：机场有恐怖分子，快报警！可女友正在工作，未能察觉。与此同时，恐怖分子通过定位系统追至分拣中心，见杰克逃窜，他灵机一动，将一个相似行李箱放在路上，上面放着一副耳机。歹徒不再追击，反而提着箱子离开。他打算将毒气炸弹带上飞机，为防万一，他仍向同伴发送灭掉杰克的指令。不久，同伴闯入机场，当众杀害一名安检员。杰克欲救女友，却被赶来的警长拦住。尽管解释自己是无辜的，警长根本不信，执意要将其逮捕。杰克担心女友安危，一拳将警长击倒，临走前留下一句：别管我，去救他。很快，杰克找到女友，但歹徒也已逼近，下一秒却被枪杀。开枪者竟是帽子男的弟弟，他被锁在面包车中，挣脱束缚后完成反杀。从弟弟口中，杰克得知恐怖分子曾给帽子男2张机票，一张纽约，一张华盛顿，而帽子男原定航班是纽约，这意味着真正的目标是华盛顿。就在此时，恐怖分子头目已登上飞机，他提着炸弹，却发现箱子比预设大了几公分。查看编号后，他猛然醒悟，这是杰克做的手脚。无奈之下，他只得将箱子交给空姐，送往货舱。另一边，杰克女友诺拉通过行李箱编号，查到恐怖分子头目所在的航班号，准备打电话通知塔台截停飞机。杰克急忙阻止，若报警，他们会远程引爆炸弹，全机人都会丧命。快去找警方，我来处理。说完，他冲出机场，驾驶牵引车直奔飞机，凭借此前拆弹经验潜入货舱。此时，警长获得关键情报，这趟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坐着一位女议员，她是捍卫受威胁民主国家法案的发言人。该法案涉及巨额军援资金，虽然她常向战乱地区输出武器，但未遭选票反对。警长顿时明白，这是一场嫁祸。若女议员死于俄制毒剂，舆论将归咎俄罗斯，国会将顺势通过法案，打开资金闸门。他下令截停航班，但诺拉再次劝阻，只有杰克能化解危机，不能打草惊蛇，否则炸弹会立即引爆。与此同时，杰克已潜入货舱，找到炸弹，凭借记忆开始拆除。就在他成功切换至手动引爆模式时，恐怖分子手机突然提示他察觉异常，趁人不备潜入货舱。果然，他发现杰克正在拆弹，毫不犹豫开枪射击。机长在监控中看到枪战，立即准备紧急迫降。恐怖分子逼近杰克，一边嘲讽，一边打开行李箱，却愣住了，里面少了一个炸弹。杰克趁机将它撞进冷藏室，摔碎瓶中化学物质，紧紧关上大门。仅仅3秒后，歹徒身体开始腐烂，最终化为一滩血水。杰克迅速逃离货舱，飞机紧急迫降，危机就此解除。故事最后，杰克凭借智慧与勇气，成为联邦警探。他抱着刚出生的宝宝，与妻子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影片至此落幕。